大家好，我是俊谷，我现在是来到湖北荆州，这里是荆州古城。在荆州历史上最有名的事件呢，莫过于关羽大意失荆州了。但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明朝人，他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通过他的一系列改革为明朝续命了60多年。换句话来说呢，如果没有他，明朝要灭亡得更早一些。所以后世是把他称作明朝的救世宰相。张居正这个人非常聪明，从小就是一个神童，可以说是当时的超级学霸了。有多厉害呢？他15岁就中了举人，23岁呢就中了进士。可以说在他15岁的时候就达到了绝大多数人一生都达不到的高度，并且做官做到内阁首辅，还当了皇帝的老师。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在明朝的历史地位和晚清时期的曾国藩有点像，的确是但是这两个人在死后的待遇却截然不同。曾国藩在死后他不仅保全了全家，而且呢他还得到了文正这样的谥号，这是一个朝廷命官死后得到的最高荣誉称号了。而张居正在死后尸骨还未寒呢，就被皇帝抄家了。家里人不是被活活饿死，就是被流放，还差一点被灭门。一个是明朝的救世大臣，一个是晚清的第一名臣，在生前地位差不多，为什么死后的待遇却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我们到视频的最后再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先去看一看张居正故居。荆州古城的城墙是我见过最与众不同的城墙你看这边呢是垛口，而另外一边呢就是斜坡。而且在这个斜坡上面是种满了树，从下面往上看就像是树林一样这里就是张居正故居了，就是在东门的边上这条街也是叫做张居正街。买票进去。这个门票20块钱。地来中粮。地来中粮，这是张居正回乡葬父的时候，万历皇帝赐给他的一枚银印，表示他对张居正辅佐之功的信任及肯定。这个字比较特殊，上面一个来，下面一个贝，读来是赐予的意思。这一座张居正故居并不是原址原貌他原来的房子呢，在被皇帝抄家的时候已经被损毁掉了。这一座房子是后人根据文献资料重修的，所以呢看起来非常新，就是一座仿古建筑。完整的钢筋混凝土的结构说到张居正就要提到万历皇帝朱翊钧了。这个朱翊钧在登基的时候呢才10岁，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明穆宗在临死的时候呢就任命高拱、张居正、高仪这3个人做内阁辅臣，还有一个叫冯保的太监共同辅佐这个小皇帝。后来张居正联合这个太监冯保设计扳倒了高拱，另一个辅佐大臣高仪又病死了，张居正就顺理成章成为了内阁首辅。张居正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20多年，现在终于到了展现实力的时候了。所以他在接任首辅这个职位之后呢，马上就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实施了考成法，对各级官员实行 KPI 考核，大大提高了朝廷办事的效率。他还推行了一条鞭法，简化了明朝以往的税收制度，让地方官员难以逃税，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缓解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国库也逐渐的充实了起来。他的这些改革对于明朝廷来说呢，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那些他手下的官员来说肯定就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就是说，他的改革实际上是得罪了很多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已经为他死后被抄家埋下了祸根。因为张居正还是小皇帝的老师，所以在施政的同时他也经常给这个小皇帝讲课。他说你要勤政爱民，要勤俭节约，但是张居正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的奢华，这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你看，这又是一个祸根吧？不要以为皇帝还小就不懂，因为他总会长大的。对于这些事情他总有一天会看明白的。所以说看一个人不能总听他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事。书上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要从北京回来荆州处理他父亲的身后事。从北京到荆州有1000多公里，都要抬轿子抬回来。
张居正坐的轿子啊是32个人抬的超级豪华轿子，前后左右啊各8个人，轿子里面呢还是一房一厅的。他这一来一回啊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他的轿子每经过一个地方啊，地方上的官员呢都要给他提供接待，接待的规格呢甚至比皇帝的规格还要高，每顿饭啊都要有100多个菜。但是他看到每个菜啊都摇摇头，非常挑剔，特别铺张浪费。但是没过多久啊，他也去世了。张居正病逝之后呢，万历皇帝啊还为他辍朝了1天，给了张居正崇高的待遇。但是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呢，反对他的那些大臣啊就起来闹事了。正所谓墙倒众人推，弹劾张居正啊就成为了当时官员们最主要的事情。生前那些被他压着的大臣们啊，都趁机一拥而上，纷纷上书弹劾张居正当权时的罪状。有一个监察御史叫杨嗣之，更是列举了张居正的14条罪状，上书给万历皇帝。面对曾经信任的老师，如今却成为了一个欺君独明的恶人。不过万历皇帝还是念及张居正10来年的辅助功劳，也是默认不想追究了。但是这帮大臣依然是不依不饶的继续弹劾张居正。曾经被张居正取代的首辅高拱，也是在临终前写下了病榻遗言，通篇都是讲张居正的罪状。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才19岁的万历皇帝也缺乏定力，终于按耐不住了，就开始对自己的恩师彻底清算。万历12年，在张居正去世2年后，万历皇帝就下令抄他的家，并且剥夺了他生前所有的荣誉。张居正的儿子张进修也被撤职了，最后自己上吊自杀了。据说当时抄家的时候皇帝派人把张家给围了起来，不让人进出，把他家里人关在里面，活活饿死。不在家的人最后被抓去流放，就连张居正本人也差点被开棺鞭尸。在抄家之后，万历皇帝就下令给张居正定论为专权乱政。曾经位高权重的内阁首辅，为了大明的社稷呕心沥血，死后却是名声扫地，沦为罪人，真的是可悲可叹那么作为明朝最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到底错在哪里呢？为什么会让万历皇帝如此痛恨他呢？首先是因为张居正的改革得罪了太多人，让很多人开始对他的怨恨日益渐增，这也是后来有这么多人一起弹劾他的原因。其次就是万历皇帝的逆反心理，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极其严苛，万历只要犯了错，他骂起万历来比骂儿子还凶。虽然说严师出高徒，但是张居正为人师表，却没有带头做出表率。他经常教育万历要节俭，但是自己的生活却过得十分的奢华，出门的轿子都是32个人抬的，皇帝都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万历皇帝知道之后，怎么可能不生气呢？让我过着苦日子，而自己却快活得像神仙一样。因此在知道张居正的双标行为后，万历皇帝十分气愤，于是在众大臣的弹劾下，积怨已久的万历皇帝一下子爆发了。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万历皇帝还太年轻了，张居正死后，这个小皇帝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摆布，所以为了平息众大臣的怨气也只好这么做了。从一代名相到名声扫地的罪人，对张居正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有人认为他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赞许世间已无张居正；也有人觉得他独断专行，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或许张居正对于大明来说是一个致力于改革的忠臣，但是对于万历皇帝来说，他却是一个专权乱政的不忠之臣。说起这个万历皇帝的确是很奇葩，他敢连续28年不上朝，没有走出过紫禁城一步，唯一的一次就是去13陵去看他自己的陵墓。万历皇帝在前期有张居正辅佐他的时候这个国家还是搞得可以的。张居正在去世以后呢，整个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也正是这个万历的晚期，东北地区的满清就崛起了。努尔哈赤就是在这个时期发展壮大的。都说明朝的灭亡是实亡于万历，因为是他给后面的皇帝留了一堆烂摊子。这个万历皇帝以后又过了24年，期间又传了3个皇帝。后面这第一个皇帝呢，才1个月就死了，是因为纵情这个声色犬马，然后呢又追求丹药什么的。又传了一个皇帝，就是重用这个宦官魏忠贤。最后一个皇帝就是崇祯，他也上吊自杀了，明朝就这样灭亡了。最后我们把张居正和晚清的曾国藩相对比一下。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晚清中兴4大名臣的说法，4大名臣里面论这个文治武功，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其实都不在曾国藩之下。为什么曾国藩收获了那么多的赞誉，并且影响力一直持久不衰呢？
这其中的原因呢有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曾国藩呢非常重视一个原则，就是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啊，就是要重视团队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当他率领的湘军呢如日中天的时候，曾国藩呢想方设法把学生辈的李鸿章推了出来，作为自己的得力接班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李鸿章果然不负曾国藩的重托，在曾国藩死后，确保了曾国藩的家人和他的文治武功，特别是他的精神得到顺利的传承。与曾国藩相比啊，明朝的张居正就显得十分的凄凉。其实说起对国家的贡献呢，张居正可能一点也不比曾国藩小。说起和皇帝的亲密关系啊，张居正更是可以把曾国藩甩出几条街。但是很悲催的是，曾国藩死后背享哀荣，而张居正死后尸骨未寒就被人抄家，还差一点被灭门。其实张居正死后的倒霉并不是因为他生前大权独揽，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像曾国藩那样选好自己的接班人。